谢霆锋长子 Lucas 的故事，最近在教育圈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17岁就拿到剑桥物理系无条件录取，全球录取率只有3%，但他最终选择了留在新加坡继续学业。一个手握剑桥 offer 的年轻人，放弃 G5 超级精英大学，选择留在新加坡，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停下来想一想。新加坡的教育体系这些年一直在被全球讨论，从 PISA 成绩到顶尖国际学校，从双语优势到升学路径的灵活性，越来越多家庭开始把它当成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目的地。今天这篇就来聊聊 Lucas 的选择背后，新加坡教育到底提供了什么别的国家给不了的东西。我们先把情绪拿掉，只看现实。精英教育最奢侈的部分，不是把孩子送进名校，而是让孩子不需要靠名校来证明自己，因为他的语言能力、社交环境、文化资本、家庭支持，已经构成了第2套、第3套，甚至第4套退路。今天读音乐，明天就可以转创业，他们的路径从来不是单线的。反过来，很多中产家庭为什么会被名校光环绑得这么紧？因为一旦偏离主航道，损失都很具体，时间、学费，甚至是家庭内部信任的崩塌。家长最怕的不是孩子有梦想，而是梦想失败以后没有人兜底。所以真正值得看的，不是去不去剑桥，而是有没有能力把一次选择做成可逆。如果一个孩子只能沿着最标准的成功模板往前走，他看起来很优秀，但未必真的强。真正强的孩子是离开模板以后仍然能继续生长。接下来我们就看新加坡为什么能给出这种可逆性。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宣传语，而在于课程结构。很多家长一提国际学校，眼前浮现的大概是英文环境好，活动多，升学海外方便。这个理解太浅了，可真正决定孩子未来空间的往往不是这些，而是学校能不能给不同类型的学生留出口。我们先说 IB， 它强调跨学科、写作、时间管理和全面发展，适合综合能力强，未来想申请英美欧多地大学的学生。IBDP 满分45分，而新加坡考生近年整体平均成绩长期高于全球均值，过去也出现过35分以上的亮眼平均分，这说明这里的 IB 生态确实成熟。再看 AP， 它更像分科冲刺，学科优势非常明确的孩子可以把强项拉得很高，对申请美国大学尤其友好。至于 BTech， 它更偏应用型、项目型和职业导向，对于在商业、设计、传媒、表演、实践项目上更能发光的学生，这条路可能反而更适配。所以像一些同时提供 IB、AP 和 BTech 的学校，为什么会被很多家庭盯上？因为他承认一个事实，孩子不是同一种材料。有人适合写4000字研究论文，有人适合高强度学科考试，有人适合在真实项目里证明能力。如果学校只有一条课程线，家长其实是在赌孩子必须适配这套系统。但如果学校有多条线，家长买到的就不只是教学，而是选择权。当然，这里也要说清楚门槛。第一，学费不低，这类学校一年大约4到5万新币，并不罕见，还不含杂费、活动和申请成本。第二，入学不是交钱就行，通常还要看英语测试、过往成绩、面试和综合评估。第三，多路径不等于轻松。IB、AP、BTech 只是不同，不是谁更省力。真正成熟的理解是，学校提供不同赛道，但孩子仍然要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跑出成绩。所以新加坡教育真正有吸引力的地方，从来不只是录取榜，而是它比很多地方更早承认，优秀不该只有一种长相。讲到这里，很多家长会问一个最实际的问题，道理我都懂，但如果我去不起顶级国际学校，这套逻辑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。虽然大部分家庭学不了精英家庭的消费能力，但完全可以学他们的决策方法。第一，不要把学校名气当成全部。你真正要问的是，这所学校适不适合我孩子的学习方式？孩子进去以后，是会被激发，还是会被压垮？第二，预算一定按长期算，不要按第一年算。教育最怕半途断裂。你今天觉得一年4万新币还撑得住，
但3年、5年以后呢？如果这笔投入会持续影响居住质量，让父母长期焦虑，孩子感受到的不会是自由，只会是压力。第三，越是预算有限，越要早做低成本探索，不要等到高中才突然问孩子喜欢什么。音乐、编程、辩论、运动，这些都可以在成本相对可控的阶段慢慢试。真正有价值的，不是兴趣班上了多少，而是孩子有没有持续投入，有没有自己想继续深挖的意愿。第四，语言能力是所有路径的地基。在新加坡，不管你走本地体系还是国际体系，英文阅读、写作、表达能力都会直接决定孩子未来的上限。很多家长花大钱换学校，却没有先把语言打牢，最后孩子不是输在智力，而是输在无法清楚表达自己。第五，给孩子保留可转轨空间。如果你现在不确定要不要走国际体系，那就先把通用能力做好，比如语言。如果孩子未来要申请海外大学，作品集、项目经历、推荐关系，也都需要提前积累。这些准备并不只属于有钱家庭。说到底，普通家庭最该警惕的，不是资源少，而是决策失误。盲目跟风读国际学校，可能比留在适合的体系里更贵。一味迷信名校，也可能让孩子在最该认识自己的阶段，只学会迎合标准答案。所以，如果你问我，新加坡教育最值得普通家庭学习的是什么？不是贵，而是清醒；不是把孩子往最亮的招牌上送，而是尽量让每一步都还能回头，还能调整，还能继续长。所以，这件事真正值得家长看的，不是明星家庭有多特别，而是他把一个很少被说透的现实放到了台面上。教育最高级的结果，不是孩子一定去最有光环的地方，而是当他面对那个光环时，仍然知道自己是谁。我想再说清楚一次，这不是在否定剑桥，也不是在鼓励孩子随便放弃机会。名校当然重要，能进顶尖大学依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只是对家长来说，更重要的问题是，你今天所有的投入，最后是在帮孩子变强，还是只是在帮他变得更像别人眼里的标准成功？如果你正在新加坡为孩子规划教育，请先记住，路径大于牌子。先看适配，再看预算；先看能力地基，再看学校光环；先看孩子能不能长期走下去，再看别人家去了哪里。如果你认为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，我们一起讨论。下期视频我会继续为你解析新加坡教育，我们不见不散。